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，非常开心看大家。哎呀，今年确实不一样了，红了现在。以前节目都是我 Q 嘉宾，今年都2个嘉宾 Q 我了，流量竟是我自己。啊，这进半决赛很不容易，想跟大家讲点心里话，聊点我自己想讲的话题。我爱吃饭。绝对不开玩笑。我从小就想成为一个美食家。我小时候的偶像是哆啦 A 梦，我觉得他是最热爱美食、最纯粹的，因为他不用吃饭，但他天天吃饭。我关心的就只有吃饭而已。所以说实话，现在生活没有什么动力，我的能力已经完全覆盖我的欲望了。我现在每个月轻轻松松月入20万，大卡。毫无压力。我对生活要求真的很低，真的每天只要能吃2碗猪脚饭我就很开心了。2碗都不让吃，好歹是个明星啊。所以现在有时候真的就是压力太大了，我就真的很想逃离北上广，我想去龙江，猪脚饭的故乡，定居下来。从那天起，只关心猪脚和酸菜，面朝大碗，春暖花开。我真的太喜欢龙江了，我太喜欢龙江了。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黑龙江的人。不是说于香雨哈，这个梗确实非常幽默。圈节目结束之后，说实话，我以为以我这个表现和我这个条件，我关于美食的节目我应该接到手软。每天一出门，陈小青就抱着我的大腿，跟我说：“小刘别走啊，舌尖上的中国没你不行啊。”我说：“不行啊，小青，霆锋那边还等着我去风味人间呢。”这时候黄磊走了过来，都别跟我抢。没有刘仁成，我将不再向往生活。一个都没有发生，一个节目广告都没有接到，甚至前2天有一个快餐品牌，他点名要一个脱口秀演员，我觉得该轮到我了，我相当权威。你们知道我这辈子吃了多少汉堡吗？谁能跟我比？也就毛豆可以一战。结果最后我俩双双落选。品牌方他选择了一位帅哥，他选了张俊。我认为甚至不是帅哥，那是。张俊，他懂汉堡吗？他知道巨无霸跟不速之霸的区别吗？他知道吮指原味鸡有几种吗？他知道什么是布里欧修面包坯吗？这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巨无霸是3个面包片加2个肉饼有蔬菜，不速之霸是2个面包片2个肉饼2个香肠没有蔬菜。吮指原味鸡有5种，最好吃的是鸡三角。布里欧修面包坯的特点是黄油含量超50%，口感绵密细腻，味道香甜醇厚。这些事儿张俊他知道吗？你们也别怪我情绪激动，他触碰到我的逆鳞了。而且咱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有一天张俊他打开他的蛋白粉，发现是我代言的，你看他都不崩溃。哎，可是最后品牌方还是给了我解释，他说没有选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快餐品牌，他们不能找胖子。可能是我学历低吧，我听不懂。这有什么关系吗？
但我还是不敢提他们的品牌，因为确实太大了，我也怕收律师函什么的。我只能告诉你们，现在每次路过他们的门口，我都感觉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小丑。我真的很难过。我们胖子门窗，一家都是卖门的。这个节目真的值得我付出这么多吗？以后进不了卖门的门了，挺难过。好像很久没有在那种美食广告中看到一个小胖子了。现在什么广告都是那些帅哥美女，他们看起来就不爱吃饭。在2025年，3年6班的李子明同学，喝不到他妈妈给的牛奶了，他妈让他减肥，喝点无糖可乐。其实细心的朋友能发现，这里特别值得去插入一个商务，但他也没有选我。但没事儿，我相信只要我讲得好，观众朋友们会选我。我感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家对这种吃饭的爱就没那么纯粹了。我感觉好像是从热量可以被精准的计算开始，大家都太在乎、太谨慎，有点魔怔了。你们有没有跟这种人吃过饭？就是他跟他吃饭，他就要计算每一口的热量，每一个口。吃个饭那里30大卡、50大卡、40大卡，吃个饭我以为上国道了，全是大卡。我家人就跟朋友吃饭，他更过分，他还没有吃就在那算热量，因为他做数学题让他算来算去，算得我都崩溃。我说哥哥你别算了，这是烧烤，这不是高考，别算了，这道题就跟我做，姐，再来10串。我在这里说啊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他说，哎，蒜是碳水，蒜也有热量，让我来算算蒜的热量。吃一晚上就吃2根花菜。我说你爱咋算咋算吧，一会儿 AA。网上有人说，他说人生就是每天整个2000卡的热量去维持身体机能。其实我不同意。我觉得数字是冷冰冰的，哪怕是在形容热量，在我心里吃饭是个很浪漫的事儿。有一次我心情很差，我突然特别想吃那个顺德鱼生，我立马坐飞机去了广州，坐高铁到顺德，出了高铁站打车去店里面。没一会儿鱼生上来了，但不能吃，得拌上新鲜的葱丝、姜丝、芋头丝，撒上花生跟芝麻，挤上几滴柠檬汁，再浇上一圈花生油。一口下去，鱼肉的鲜甜，蔬菜的清爽，花生跟芝麻的香，柠檬汁的酸，混合着油酒的香气在口腔中迸发出来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所有的不快跟疲惫都被扫掉了。也是那一刻，我明白，我在我以后的人生里面，我不应该注意那些琐碎的痛苦，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吃好每一顿饭。想到这里，我对着面前说了一句：“余生。”请多指教。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。谢谢刘仁成的表演。喜欢阿成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谢谢阿成。好浪漫。好浪漫。对，昨天演员们都说阿成这篇稿子非常浪漫，我们以为他要讲爱情了。对，我们猜了半天，结果他说的是余生。确实也是他的爱情，真爱。对，而且阿成为了这篇稿子是自己选的衣服，是不是？嗯。你要不要转过来给大家瞅一眼，或者？是。鞋子也是哈，这跟那个品牌无关啊。那确实就是这好像，反正我印象中这应该是阿成情绪最大的一次了，几乎。对，的确是上台就非常激动，第一句话就是很开心。
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，非常开心看大家。说啥呢？稀里秃噜的。当时我们都以为你非常紧张，你完全慌了，但是后来看他的表演一点都没有。对，是。大林，我看听的也挺激动的，是吧？激动啊！我是在他那个讲解那几种不同。你看脱口秀发展到最后也得报菜名，你看，这是。让老严回来吧，让老严回来吧。老严陷入了新的纠结。对，特别好。可能因为我也是一个爱吃之人，就听着我很共情，听着特别的舒服。然后我跟阿成在这方面真的说的我也挺难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特别想代言一款啤酒。然后呢，我对人说，这个咱们这种行业的一般不会代言这，他们都得找那些个歌星啊什么的，就是音乐节那啥。我说你看看这几个代言人，我跟他们都喝过，他们喝不过我。我说你想办法。所以听完他我就太共情了。确实，天真姐，你要不要帮他想办法？你拉一个名单吧，想代言什么告诉我。您要这么说，我们心中都有一些名单。没有这么说，这啤酒我可给您点了。我给你搞定。不白来。这个喜单大家庭有点过于温暖了，这是。我很喜欢刘仁成这篇稿子，我非常喜欢，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厉害，高手。中华小当家，你是这是。就大家在选代言的时候，其实是一种标签化的想象。他就是会觉得，哎，我不能传递某一个信息，好像吃我的东西会长胖，所以我不能找一个看似胖的人。但是他不理解那个本质是热爱。这也不是看似了，实质。就我很喜欢这个视角，这是第一次我也确实听到你带情绪啊，跟上一场的情绪不一样。上一场的情绪是那种真情流露的情绪，这一场是带着那个愤怒动了我的蛋糕的情绪。字面真是真动蛋糕了，是不是？动了我的汉堡。我觉得刘仁成非常厉害啊，然后而且我觉得，你很有说服力，你把大家都说服了。为什么吃的最多的、最有话语权的不能当代言人呢？对呀，是不是？而且你这么强烈的表达，价格肯定好谈，是吧？我们天真姐是吧？不像一个歌手。最后这个代言费是代金券是吗？我也非常的能够共情，因为你应该也有很多就是想吃，然后但是可能不能吃的时刻，对不对？会有，但是就是说实话，我本人也挺爱吃的，就是很多那个被狗仔拍到的这些视频，都是在吃饭和吃饭的路上，对，所以就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吃饭。就他往心里去了。而且阿成说这真是真的，你这今天早上看到他朋友圈了吧？哇，对，就是刚我庞博还在讨论说，阿成他经常会精神萎靡，什么可能跟那个碳水的量太大。晕碳了。实话啊，今天早晨9点35分，刘仁成的朋友圈是一大盆面，一大碗面和2盘羊肉是吗？羊肉。最后最重要的是，每一顿吃饭之后都要喝2瓶可乐。是。但让我现在理解了，就是演员说他这个很感动的原因，就是他非常真实的在挖掘自己内心那些当下处境当中很真实的情绪。因为我发现，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存在对于长得胖的人是有一些歧视的，就是如果是一个很瘦的人，他立了一个吃货的人设，大家都会夸，会羡慕他。对，如果是一个胖的人爱吃，大家都会说难听的话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破解了一个东西，就是其实幸福的生活不是那些宏大叙事里面的成功，就是吃好每一顿饭，睡好每一觉。这就是我想说的。真的，很棒，很棒。而且今天我们现场还有一位这个阿成的朋友也在现场，来给他加油打气，是吗？在哪儿呢？哪位朋友啊？嗨，陈哥你好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好。你懂统一春茯焙茶吗？我可以懂。你知道它经过3重焙火吗？你知道它能让你口口生香吗？统一春茯搭配你最爱的猪脚饭更香哦，为你加油！我以为朋友是我。
没想到他有了新的朋友，谢谢这位朋友。我以为是要给代言合约了。阿成，你再反思一下吧，商务让他说都不让你说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站在你面前不让你说。哎呀，真精彩，真精彩！我这真心希望阿成能节目结束播出之后吧，接到这个他心仪的代言。而且确实啊，这之前我们也聊过一个事儿，小佳就之前段子说呢，为什么这个手机拍照不能找我做代言呢？有人比我更懂防抖吗？有道理啊。就是啊，咱们这做广告的朋友真的可以想想，不妨作为其中一种思路，是吧？那阿成这精彩的表演也是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满票，恭喜阿成作为今天第5个出场的演员，那阿成演完我们当前最高票的演员，就可以直接晋级总决赛了，也是我们今年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第1个直通总决赛的名额，究竟会是谁？请看大屏幕。你说谁晋级啊？我觉得阿成能，还是翔宇？嘻哈吧。请看大屏幕。恭喜刘仁成194票。阿成，商务没有选你的段子，但现在我要说，一口春福，茶香倍儿足，统一春福无糖茶，恭喜你率先晋级总决赛。终于，哎呀，太乖了！阿成好棒！我认为这一篇的文本超过了他胖子门窗，就是在一个本来我可能不太能共情的一个主题上，然后他说完了之后，我完全共情了。刘仁成实至名归，商务快点找他吧，巴拉巴巴巴。你今天点的啥外卖？猪脚饭。我就挺爱吃的，就是这是我生活很大的一个部分，我都吃完饭才开始一天的。我这回不比赛，不比赛是因为我这次想来表演。因为我如果比赛的话，我到不了这个赛段。但是其实还是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没参加比赛，是因为今年在备赛的时候，我媳妇儿怀孕了。对。然后那个这也给灯啊。然后那个我这个能力啊，确实没法参加这种激烈的比赛，然后在一边照顾我太太。然后我说我就别来了。但是我是这个节目的粉丝，我参加过，我能做的就是陪着我媳妇儿在家一块儿看这个节目。就我跟你们说，我媳妇儿啊，真的没看过脱口秀。她看第1期的时候，她嘎嘎的乐，就乐得在我们家沙发上打滚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知道，就是一个孕早期的人，他跟你说他乐得肚子疼，你瘆得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在家里，就是吓得我浑身发冷。就我感觉我当时我就像一个企鹅一样，就我希望喜丹就别那么可乐。哎呀！你们节目也看了，就是看到后边的时候，我太太有一点激动，看这个节目，就真的给我吓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夜里3点给我建档那个妇产科打电话，我说那个我太太孕早期，她现在有点激动，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接电话是一护士。护士说因为什么？我说因为看那个房主任。然后护士说你要挂房主任号，你直接给房主任打。然后他这个时候我太太就缓过来了，缓过来以后她跟我说了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，她说杨克强，这个节目我看了11个演员了，你去年怎么进的前10？我说我也是喜剧，我是相声演员。他说就是因为我听过你的相声，你怎么进前10？然后我就瞬间觉得，就我刚一当爹，就我在这个节目就没有位置了，就我瞬间就没有爹位了，你知道吗？然
然后我说就冲这个话，我说我一定来这个节目，我得演一场，我得证明一下，啊。然后我来这节目以后，我跟导演组说，我先找房主任。然后导演说为啥？我说我挂他号了。然后我见着房主任，我说房主任，我说你那个第一期节目我看了，非常不错。但是啊，以我去年在这个节目叱咤风云的经验啊，你后期储备也是个问题。但是你记住，人终生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。如果最后没有那么理想，不是房主任不能战胜他们，是房主任不能战胜房主任，防不胜防嘛，是吧？然后房主任说：“严老师，您爹味儿又回来了。”然后房主任他说了他出走的决心啊，其实我去年也是有这方面的表达，但是我必须得回去，因为我社保确实在相声界的。但是你们就真的不知道这一年，就是相声界都对我做了什么，就是他们逼我在相声园子说脱口秀。我说好，可以。我说给我一个手麦，他说主持人还得用呢。我说你把边上这麦拿走，他说于谦还得用呢。然后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我们的封箱的开场原来是耍狮子的，现在是我的脱口秀。就耍狮子是3个人10分钟，我1个人5分钟，就降本增效，真的。然后大家对你那个状态真的是杨小香来说脱口秀，就说你的对指点，说完我们给你指点指点，你要说的不好，我们就对你指指点点。然后我离开封箱以后，我又去了好多卫视，我跟他们说我想说相声，然后他们找来庞博跟我说了个相声。我说我离脱口秀能不能稍微远一点？然后我去春晚，我演了个 sketch。然后现在我在喜剧界有一个外号，我叫3姓家奴。就是你从你的对指点回去以后，你发现你变成了一个新的异类。但是我这一年，我反复又想再沟通这2个行业。我见到一个相声演员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你知道脱口秀真的跟咱们有什么区别吗？”我说：“第一，他们真的让更多的女孩上台讲笑话了。我说第二，他们真的不许用别人的段子。我说第三，他们的行业的明星应该是那个最可乐的人。我说第四，就是你长成刘仁成那样，只要你有作品，你也是流量。但没有什么反应，然后我又咔咔咔，我又跑到脱口秀这边。我说我跟你们说啊，相声它也是一个内容驱动的东西，大褂这些东西都是它的形式。这个世界上除了大夫以外，没有人一定拿大褂当工作服。然后我们也不靠衣服的这个材质来区分我们的等级。我说那个是圣斗士。我说我们也不靠这个衣服的颜色论资排辈儿。我那个是葫芦娃呀。依然很纠结，就是我去年在这个节目舞台上的一些不适，包括我今年回去以后的一些不适，你发现你找不到一些自己的共情的点，就直到有一天，我刷短视频的时候，我刷到了一个虐待福寿螺的视频，这就是我。这种不适是因为把你当成了入侵的物种。我被他们非法引进，恶意放生，做成解压节目发到网上。然后后来想，我对跟入侵物种是有什么共性吗？我又看了好多，我看了小龙虾、罗非鱼，我还看了牛蛙，我确实都很肥美，这就是。
但后来觉得我不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入侵物种最大的威胁，它危害当地的物种多样性。但是我觉得我丰富了这个舞台的表达多样性。我觉得脱口秀这个舞台最大的魅力是它有如此丰富的表达，且容下了那么多的表达多样性。就像你们现在又听了一个没有那么多炸梗的相声一样。但其实都不重要。我说的没有那么可乐，是为了让我媳妇儿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歇一会儿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阎鹤祥。严老师大驾风范。谢谢严老师，谢谢严老师，先道一声恭喜吧，真是先道一声恭喜。哎呀，谢谢，恭喜。这你们聊吧，你们啊。没事，我也是通过网络才知道的这事儿。是真的，我都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，老严。哦，这个确实，因为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确实吧，就是孕早期没那么稳定，所以我也就不想跟周围的朋友说，然后大家对不对？所以你们俩确实不熟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上回见他也是这节目，好像。没有，中间见过一面，那确实，老严一直是这个，他的性格呀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愿意思考，然后呢，不是说特别愿意说想跟别人分享的这么一个年岁了。他现在这会儿是，我俩原来天天在一块儿那个合作的时候，一块儿还有功夫聊，后来各自的生活都挺忙的。对，没事，等回北京吧。回北京，我回去上家，我也看看，咱们一块儿。好，对，关键不是看看我，主要是不是我就是就确实好久咱也没一块儿聚会，是也想跟你分享和探讨一下，因为阎鹤祥在我们那儿的人设一直是一个多年老光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对于爱情啊、婚姻啊，可以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已经很危险了，不能说。他说那个让他在我们那儿说脱口秀的人就是我爸，全完了。所以我特想了解了解，就是我哥是经历了什么，然后让他在这么1年之间，他的那个思想就发生了转变。没有，就是我觉得不是，其实跟刚才这个段子有很大关系，跟这个节目有关系。就是其实，有一点又找不到归属感，但是家庭给了很大的归属感，给了很大的归属感。我觉得严老师在这个台上之所以如此的特别啊，就是除了他是比如咱们说跨界，咱们说之前跟大林是搭档之外，还有一点就是他有他这个年龄段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的一种坦诚，一种脆弱，甚至是，然后他也勇敢的把这个脆弱经常暴露给大家。谢谢杨老师，谢谢杨老师，这个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干嘛？哦，对不起。快去这个主持一下咱们大实话观战间。